我们会尽除烟毒。中华男儿人人习武强身，看谁还敢称我为病夫！走。我说过的，霍元甲不会买你的交情。他现在成了上海滩最厉害的高手，应该算吧。要不是他的中国功夫花哨，在拳台上像猴子一样招贵妇喜欢，我才懒得搭理他呢。你的意思是说，霍元甲在欧洲的拳台上打不赢？哼，在我们的大力士面前，我只能是个小丑。等着吧，真正的拳王，伟大的亚历克斯大帝，征服世界的巡回比赛即将开始，几个月后就会来到上海。他一拳就可以砸烂整个精武门。东亚病夫，永远是东亚病夫。自视清高的霍元甲会被亚历克斯打成废人，或是死人。陈真，跪下！大师兄，我何罪之有？你还嘴硬！要不是你闯祸，师父怎么会被洋人用枪指着？陷于危险之中，师门规矩你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枪响了怎么办？师父，是时候将陈真逐出师门了。刘振生，你就是看我不顺眼。从我进精武门的第一天，你就为难我。农先生，你替我做主。你有什么脸求农先生？你要是在擂台上打败洋人，扬我们精武门威风也罢了，结果呢？要不是师父赶过去救你，你是不是被摔死了？我打败他了，是他不守规矩，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袭我。这点我可以作证，我亲眼所见。洋人虽然摔坏了我们的相机，照片是用不上了，但是我可以为陈真写一篇头版，标题我都想好了：精武陈真击败洋拳王，中华武术扬威法租界。这个标题好，长了精武门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好什么好，捣什么乱？何小姐，你写报纸爱用什么标题我都不管，但是就是不许提精武门。为什么？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没有为什么，没有。精武门现在要商量大事情，外人先行离开，不送。你振生，你怎么这么对客人说话？你不送，为师亲自送。何小姐，请。半个月前，报馆就得到了消息，租界里经常有人在擂台被打伤，还有人被活活打死。我费了不少周折，才买通了看门的印度人混进去的。我就是想写一篇新闻稿，洋人在租界里开设赌局，拳王拿中国人当人肉靶子。没想到，遇到了陈真，他真的打赢了马里龙。这篇新闻将更有意义，一定会震惊整个上海。新闻记者河马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啊！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事，霍某由衷的敬佩。那这么说，您同意我写这篇报道了？您是报馆的总编，写什么样的新闻是您的权利。只是我在想，海上新报就坐落在租界，这篇新闻一出，洋人恐怕会找你报复，请何总编三思啊！总编，相机都摔坏了，有什么高兴的？相机坏了，但是胶卷还好啊，照片洗出来了。什么？
你看，太好了，太好了！总编，这篇新闻上头版吗？这个是我这辈子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了。上，这期的报纸给我加印2000份。好。师傅，咱们精武门怎么处罚陈真？等您发话。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早就是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敢在您面前称爷，无法无天了。走了，别回来。师傅，您说句话。刚才一进门你就一直在训陈真，还用得着为师说话吗？陈真没做错什么，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追，他不会走的。我不服！我去租界打擂是替海生报仇，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打赢了那个马里龙，没给精武门丢脸，凭什么撵我走？难道就是因为我半路学艺，就比别人矮一等吗？你们这是诚心欺负我！我刚才一直竖着耳朵，只听见有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可没听到霍元甲说要撵你走。陈真啊，你从冤枉元甲，毒杀你的恩师孙无极，元甲是怎么对你的？怎么，这点委屈就受不了了？哎，陈真，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不下去了。你虽然是半路学艺，可啥时候矮人一等了？师傅天天给你开小灶，单独传授你武艺，怎么算欺负你了？师傅，你怎么知道陈真不会走啊？陈真，你将马里龙打下擂台之后，做了什么？也没做什么。哦，就是那个何玛丽，在台下叫了我一声，给我拍了张照片，别的就没什么。你孤身一人，深入敌军腹地，敌情未明，怎可以如此大意？是啊，我就是大意了，要不然那个马里龙不可能偷袭成功的。在擂台之上，马里龙用了什么招数？你怎么毫无反击之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好像就在背后锁住了我一样，我有劲儿使不出来啊。我也纳闷，看上去你像是任人摆布，功夫都白学了。看来西洋拳除了力大之外，还有很多技巧。为师也曾和洋人过招，但这个马里龙比之前的那些都厉害。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要打败洋人，恐怕得先了解西洋拳呀。师傅，咱们这次要是这么轻易地放过了陈真，以后还怎么约束精武门其他弟子？我现在啊，更担心的是何小姐。何玛丽啊，海上新报一旦刊登今天的消息，何小姐的处境就危险了。哎，我记得你跟她挺谈得来的，要不然你去陪陪她，就当替师傅保护她。我不能去。为什么？哦，你是怪他要写陈真的新闻，抢了你这个精武门大师兄的风头吧？
师傅，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他有点吓人啊！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说要嫁给我。啊，有这样的事儿？哦，哎呀，振生，你好福气啊！我跟你说，这个何小姐可是个好姑娘。是，她是挺好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你还想打一辈子光棍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婚事，我跟你师娘可是很着急啊。你再想想大友，他之所以没有和小莲成亲，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大师兄没有娶媳妇儿？师傅，我就算娶媳妇儿，我也不娶她。我这不想……怎么，心中有别人了？错不了。哎呀，振生，你从小跟着我，一难为情的时候，你就是这副嘴脸。说吧，是哪家的姑娘？我让你师娘亲自去保媒。沙燕儿，师傅，你别笑我没出息啊。从那年咱们押镖经过13里港，我就喜欢沙燕儿了。可这么多年，我也没什么好机会。这次他们兄妹来上海，我好几天都没睡着觉。师傅，请您和师娘成全这门婚事。好，我现在就跟你师娘说去。前段时间大嫂还跟我磨叨呢，说帮振生相了3个姑娘，她一个都看不上。原来她一直惦记着沙燕儿。我记着沙燕儿回绝过他呀。是，那是他年轻不会看人，振生耿直正派，他对沙燕那是情真意切。哎，他们俩的亲事那是天作之合呀。这种事情你当师傅的可武断不得。不过我倒可以去试试。哎，大师兄，不能吧？我不是早都跟他说清楚了吗？这正说明振生是一个痴情的汉子。袁家所有的徒弟当中，最耿直正派的就是他了。这个我知道，可是，哎，姐姐，我不想嫁人。姐姐是过来人，说不想嫁的，那是还没遇到想嫁的。这么说也行。你的心意啊，我都知道。不光是我，这次你来上海，连老太太都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你不是一直管我叫姐姐吗？嗯。袁家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以后你我姐妹2人，一同辅佐袁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确实仰慕过师傅，曾经不是，但后来自从认识了姐姐，无论从人品、学识、相貌，我都自愧不如。更何况师傅是正人君子，我又怎么能让自己的非分之想损了师傅的清誉？沙燕儿，你说的是心里话。姐姐已承待我，我又怎么能骗你呢？既然你心中不再惦记袁家，那振生他……哎，姐姐你别问了，在我心里，大师兄就是大师兄。稍安勿躁啊！哎，再喝口茶吧。哎，师娘辛苦了，怎么样？振生，师娘无功而返。啊？他不乐意？不可能！他们兄妹都追到上海来了，他肯定是想开了，觉得
我刘振生才是值得托付的人，他又不傻。振生啊，这种事情强求不得。沙燕儿只拿你当大师兄。师兄师妹不正好吗？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不是啊，师傅？你师娘也算是投石问路了，要不然你再等等，也让沙燕好好想想吧。啊，不行，师傅，这事我都等了这么多年了，再等，这事就凉了。师娘，刚才肯定是您去问他，他不好意思答应。师娘，谢谢你，我自己去问。这沙燕似是心有所属，但不是振生。哦，还生气呢？你可真够逗的，师傅根本就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你就气哼哼的走了，还说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大的口气啊！我哪有脸跟师傅生气呀？我知道你不敢跟师傅生气，跟大师兄吧。哎呀，你别怪他，他不是因为小心眼妒忌你，是因为对师傅忠心。因为你，师傅被别人用枪指着，他能不着急吗？其实，我也没跟大师兄生气。那你这是怎么了？我是跟我自己生气。师傅教我武功，用心良苦，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却使不出本事来。你是说那个马里龙在背后钳住你的时候？是啊，我怎么跟他较劲，都较不过他。我怎么那么笨呢？你是够笨的，他是西洋大力士，又在背后钳制住你，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使蛮劲呢？那我怎么办？你难道忘了4两拨千斤？对呀，那我怎么拨啊？来，咱俩试试。好。我当时就这样，来，你干嘛？啊？你这么大个子，我怎么在背后钳住你？那怎么办？哎呀，过来，待着，我学你，你学马里龙，来。啊？这……你别婆婆妈妈的，快点啊！你来呀！哦。你用点力行不行？好。沙燕儿。大师兄，陈真，宰了你！大师兄，你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我们练武呢。有那么练武的吗？别给祖师爷丢人！陈真，大白天的你竟然宰了你！一正精武门门规，你让开！大师兄，把刀放下！你让开！大师兄，大师兄，松手！放下！撒手！陈真，你干什么？把枪放下！你还不快走！大师兄，闪开！大师兄，大师兄，刘振生！沙燕儿，让开！大师兄，你误会了。沙燕儿，你
别护着他，我要宰了他！今天陈真受马里龙的钳制，不就是那一招吗？我和陈真是在研究破解之法。你们用的招抱那么紧吗？你们俩，你吃醋了？我吃醋了。自打那年路过13里港，我就喜欢上你了。你这次来上海不是奔我来的吗？为替师傅顶罪，我和我哥无家可归，来上海是投奔师傅，不是投奔你。可这么多年，你与我一直情投意合。山燕儿，你变心了。你对我的好我知道，但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师兄和师妹的缘分，我不能嫁给你。那是你以前的借口。你以为我傻吗？我什么都知道。你以前仰慕师傅，谁都知道这不可能。你现在还痴心妄想。刘振生，你胡说什么？绝对不是因为师傅，因为这个陈真。你怎么这么无聊？你身为大师兄，处处看不上陈真，你是何居心？我就看不上他，现在跟我抢媳妇儿，我更看不上他。谁是你媳妇儿？你，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我就算嫁给陈真，也不会嫁给你。真是因为陈真。是又怎么样？我和陈真一起练武，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你忘了我吗？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师傅有意安排你们俩一起练武，就是为了撮合你们俩。他怎么这么偏心杨？我要问清楚。刘振生，你跟了师傅几十年了，难道不知道师傅一向公正吗？他又怎么会偏向陈真？刘振生，你身为精武门的大师兄，应该处处为师傅分忧才对。如果因为我，你跟师傅产生了矛盾，此生你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傻样儿！我本来就是女土匪，说到做到。哎，陈真，别睡了。大师兄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晚上都没看到他？是啊，他人呢？谁知道啊？沙燕也很后悔，觉得自己有些话说得太重了。袁甲，振生到现在都没回来，他该不会……你放心吧，要为这点事情就想不开，那我岂不白教了他这些年？堂堂7尺男儿，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受点挫折，对振生来讲不一定是坏事。
喝酒。哎，来了。这位大哥，您都喝了3个时辰了，也没个人来陪您，要不改日您再来喝？不需要人陪，就今天喝，一醉方休，喝死拉倒。可是，行吗？你稍等，你稍等。来，辛苦了啊！辛苦啊！没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我还得再敬何总编一杯。对，今天头晚，精武师徒击败杨拳王，中华武术扬威法租界。何总编，你写的真是叫人拍手叫绝呀！好了好了，这就是一篇正常的新闻报道而已。因为我就在现场嘛，写的都是事实，哪有什么值得拍手叫绝的？徐编辑，你恭维我了。哪里，我敬你，我敬你。来。客官，您的酒，慢用啊。何总编，有一点我没想明白，之前咱们定的标题是“精武陈真击败杨拳王”，为什么定稿的时候您改成“精武师徒”了呢？有2个原因。第一，虽然陈真击败了马里龙，可后来被马里龙反扑，陈真的情况真的很危险。要不是师傅霍元甲出手的话，也许他连命都捡不回来。是这样。第2个原因，因为我曾经采访过松江命案，我知道霍元甲不仅仅只有陈真一个徒弟，他的几个徒弟个个武艺高强，而且人品都特别好。精武师徒可以代表整个精武门的形象，比单写陈真要更好一些。哎呀，对，是，何总编，我觉得还有第3个原因。什么？您在文章里不是也写到了吗？本报记者险遭不测，幸得精武门刘振生大侠仗义搭救。这也是事实啊！诸位啊，当时我在场，刘大侠那英雄气概确实值得浓墨重彩的描一笔啊。不过我还发现，这位刘大侠跟咱们总编好像是非同一般的熟悉哦。那眉目之间传的是情啊，英雄救的是美啊。好啊你！本来拍到照片应该奖励你的，因为你胡说。现在奖励取消。别，我错了，我敬您酒啊！来，大家一起。来，一起，行。吃点菜啊！来，行。这是刘振生。经理，别说，看来是是刘大侠。来，佩服你，精武师徒，中华武术，好。你都听到了，他们刚才胡说的都是开玩笑的。何玛丽，你长得真俊。刘大侠，刘振生，没事吧？没事吧？
哎，何总编，哎，今天的报纸好啊，精武师徒打败了洋人拳王，中华武术扬威到租界去了，长志气，长志气啊！老人家，多谢您买我们的报纸。要都是这样的头版，我每天都要买的。哎，您全年订阅吧，我给您便宜30%，还有专门的报童啊，送去您家里，好不好？哎，好的好的。上海滩唯一一个报馆女主编，住在我们这个弄堂，我给沾光了呀！是我沾您的光，我替海上新报所有同仁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精武师徒打败了洋人的拳王，中华武术扬威到租界，打进了租界，这个霍元甲真是有种。今儿的报纸印得更多了吧？今天的销量我倒是不知道，不过这段时间海上新报一直很赚钱。可这个何玛丽真是不懂规矩啊，他是忘了谁是海上新报的老板了。怎么了？霍元甲那么不给您面子，海上新报还这么给他做文章，嗨，这不是挺好吗？霍元甲虽然不为我用，但毕竟给中国人出了头。上海自打有报纸以来，报的都是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儿，这是头一回。霍元甲扬威租界，不错不错。荣先生，您真是大度啊！哎呀，可是接下来霍元甲的日子就不好过喽。他得罪了洋人。是啊，洋人不会放过他。哎呀，单是洋人也无所谓，关键是官府。官府啊，就怕有人得罪洋人。哎，你们看，精武师徒打败了洋人的拳王，中华武术扬威到租界。陈真，你上报纸了？上报纸了。没啥，那不是师傅厉害吗？谁说的？那报纸上可写得清楚，是你先孤身入的虎穴。是啊，你还救了一个和海生一样去当肉靶子的后生。哎，程真，你快跟我们讲讲，你是用什么腿功把那个洋人拳王踢下擂台的？是啊，跟我们讲讲吧，讲讲吧。不还是师傅教的功夫吗？你们别问了，多难为情啊！你们赶快练功吧！啊，对，好好练功。都干什么呢？一个个的。哎，大宇哥，今天怎么没见着大师兄啊？是。哎，报纸上还写了大师兄义勇救女记者，我们得去问问大师兄是怎么救的。就是。这个新闻记者何马，听说是个女的，你们看她是怎么称呼大师兄的啊？刘振生，大侠。写的师傅跟大师兄都用的是大侠。陈真，你就该跟他理论一下，为什么不写陈真大侠？就是啊！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侠，你们赶快练功吧！啊！陈真，别走啊！哎，什么哎？都给我好好练功，站好喽！这振生要是看到这张报纸，肯定会高兴。是啊，这位何小姐字里行间满是对他的仰慕之情。哎，昨天啊，振生跟我说何玛丽想要嫁给他呢。有这种事儿？那你为什么还让我？哎呀，是振生说他不喜欢人家，心里只惦记着沙燕呢。哎，这天下最难懂的莫过于男女之情。这保媒拉纤的事，咱俩以后还是少做吧。师傅，您找我？怎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啊？今天《海上新报》报道了你昨天打败马里龙的事，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师傅，我净给您惹祸了，我哪敢高兴啊？
和振生的事儿不怪你。大师兄生我的气，昨天一夜未归，还不怪我。他那么大人了，没事儿，估计醉上一场，想明白后就回来了。不过有件差事，本来是要交给他办的，现在只能交给你了。有何差遣？师傅尽管吩咐。海上新报的报馆在哪儿？你知道吗？知道，之前去过。何玛丽小姐是个正直的人，我担心今天的这份报纸会给她带来麻烦。我干什么了？刘大侠，你的鼾声好重，衣服我已经帮你洗了，晾在阳台上。收衣服的时候当心别被邻居看见。玛丽。这还湿着呢，怎么穿呢？故意的吧？准是以为衣服干不了我就走不了，今天晚上还得睡这儿。这女人太不好惹了。哎，这位先生眼生得很，请问你住几号啊？啊，我不住这儿，我路过。哎，小孩，还有报纸吗？没有了，一走就卖光了。哎哎，没有了，卖光了，没有了。卖报卖报，精武师徒击败！哎，来份，谢谢老板。哎，你这还有《海上新报》吗？是啊。来份，得加钱。加钱也要。我天，我咋还成大侠了？这小丫头片子，净胡说。坏了，不能叫小丫头骗子。昨天晚上，我得问清楚到底干啥了。
老板，给我做一份，我带走。好嘞，马上做。哦，对了，您多给我放点醋啊，我朋友他喝醉酒了，指着这碗汤醒酒呢。没问题。你说干什么？你的新闻让我破产了！你以大权为名开设赌局，残害我同胞，这是你有的下场！你还敢嘴硬 ？Boss, let me kill her. Wait. It has been hard enough for us to get her. I don't want to waste all this. Chinese women are really my favorite. I'm going to take my time to introduce you to Western culture. Come on! 周旭，想跑，我帮了他们。大师兄，师傅说了，不许杀人，不许闯祸。这帮人就是坏人，那也不行。陈真说的对，你追出去开枪的话，警察会来的。对什么对呀？警察来了不正好吗？这帮坏人图谋不轨，绑架妇女，不该死啊！可这是租界里，警察来了对我们不利。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我没事儿。关你什么事儿？你来干什么？我来保护何玛丽啊。用得着你保护吗？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人。怎么这个也想跟我抢吗？
告诉你抢不走。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已经睡在一张床上了。刘振生，你说什么呢？怎么了？我不是实话实说吗？谁让你来的？哎呀，大师兄，我来保护他也是师傅吩咐的。本来这差事是交给你的，可是昨天你一夜未归，我找不着你。原来昨天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呀，何小姐，啊不，大师嫂，大师兄，我这就回精武门给师傅报喜。哎，是不是有病？我说什么你就报喜啊？你自己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我敢做敢当。这下你非得娶我了吧？刚才真的吓死我了，那几个洋人好凶，我就想，真要是被他们祸害了，就只能死了。我后悔没有趁你昨天晚上喝醉的时候，把自己给了你。啊？昨天晚上那个没有啊？那刘振生，你坏了我的名声又想反悔？不是，就哎，何玛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就去你家了？你喝醉了，我送你回精武门，你死活不回，那我不得把你带回我家？难不成把你扔到大街上啊？哦，这么去你家的，那怎么把我衣服脱了？说这个我就来气，你半路吐了3回，都吐到衣服上了，不给你脱下来洗，去那人家怎么睡觉呢？啊，也对。那你呢？你睡哪儿了？我没睡啊，一夜都没睡啊？你鼾声如雷，我怎么睡觉啊？我只好看着你睡呗。哦，对了，你不喝醉酒的时候也会打呼噜吗？要是也这么大鼾声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该不该嫁给你啦。嫁，你非得嫁给我？你对我那么好，还长得那么漂亮，我干嘛不娶你啊？再说陈真回精武门一嚷嚷，肯定谁都知道。你以后啊，只能是我的媳妇儿。我打不打鼾，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要打鼾，我就看着你睡，自己不睡。玛丽，我带你回去见师傅。好啊，振生，你跟何玛丽小姐喜结连理，这是精武门的大喜事啊！嫂夫人，您是师娘，按规矩给您张罗。好。何小姐是报馆的总编，受新思潮的影响，3媒6聘那些俗礼，我看可以全免了。咱们就定个好日子，直接办喜事得了。日子也不必看了，今天就挺好的。你说什么？我说今天就挺好。今天？大师兄着急，他昨天就已经洞房花烛了。陈真，你别胡说！哇！振生，能先生，我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什么都没发生，我媳妇跟我说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不。霍大侠、霍夫人、农先生、靳大侠，振生说今天，我也觉得挺好的。所谓择日不如撞日，更何况办喜事看日子，也应归于俗礼之类。何小姐是新派人物，崇尚爱情至上，新事新办，让人由衷敬佩。但今天办喜事，实在是来不及了。振生虽元甲多年，又是精武门的首徒，也是顶梁柱，这喜事一仓促，就容易不周到。要是有什么事情马虎了，
我这个当师娘的，可是要落一辈子埋怨的。还请何小姐宽限几日。师娘，办喜事无外乎是让大家热闹热闹。今天海上新报让精武门名扬上海滩，虽然这篇报道给我惹了祸，可是我却因祸得福，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这就足够了。没有比今天更好的日子了。妹妹，你哭什么呀？啊，我是替大师兄高兴。何小姐的精神与思想是让天下女人都羡慕的。大师兄，你好福气啊！好，今天就今天，新事新办，不正贴合咱精武门革旧推新的主张吗？哎，云影啊，一切从简便是了。元甲不行，这新人拜堂，再怎么从简，也要穿喜服，咱们没准备。师娘啊，我准备了。我和小莲、新郎官和新娘子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多年了，献给大师兄用。什么呀？你这……你舍得？问没问小莲，她舍不舍得？我……小莲，你可别犯傻，这大师兄没娶媳妇儿，咱俩就没法成亲，就把衣服拿出来献给他们用，也是成全自己。大友，别逗小莲。也是，我这个大师兄娶媳妇晚，把你们俩给坑苦了。哎，大友，要不咱俩的喜事儿，今天一起办怎么样？啊，我当然愿意啊。可是这样一来，你们俩不是又没衣服了吗？没事儿，来的路上我俩商量好了，要是成亲，我就穿这身衣裳。这身衣裳是我媳妇儿昨天晚上亲手为我洗的，我穿着舒服。好，好啊！有立志革新的师傅，才能教出这么不拘一格的徒弟。精武门的未来大有可为了。振生、大友，你们俩一起办喜事，是喜上加喜呀！人家嫂夫人，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吧。好，就这么定了。我房里呀，还有一些红绸子，原本是准备给老人家拜寿的时候用的，要不我给新人扎对大红花戴上？哎，这个主意好啊！哎呦，家里菜不够，我得赶紧去买菜，这总得喝顿喜酒吧？哎，不用劳驾大嫂，我什么礼都出不上，就送10桌酒席吧。我这就到老正兴去订，要他们连酒带菜送到精武门来。好。都在这儿偷听什么啊？告诉你们啊，今天精武门有喜，大喜事，把这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等着喝喜酒吧。谢谢师娘。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呀？只是怕这样太委屈你了。不委屈，我心里甜着呢。振生啊，哎，好好待何小姐啊。你放心，师傅，你怎么对师娘好，我就怎么对媳妇儿好。师傅，新房布置好了，还剩下点绸子，我扎了朵大红花，要不把这个挂在外面，让精武门也喜庆喜庆。好主意，就将它挂在精武门牌匾之上。好，谁来领这差事？师姐，我们来吧。来，
样行吗？我这边，我这边。左边？对，再往左边点。哎，往那边去，那边去啊。OK。哪个人？是谁呀？这是犯人了。是啊，是精武门这仨人。来人啊！来人啊！怎么了？怎么了？出家伙！走！师傅，就是他们仨，二话不说就砍断梯子，诚心捣乱。请问三位有何贵干？中国人に懲らしめに来た。お客ならちゃんともてなす。邪魔するなら悪く思うなよ。あいつ日本語わかるぞ。我们是来踢馆的，霍元甲、刘振胜、陈真，出来决斗。精武门不接受踢馆。孙科，拿刀来。振生，师傅，他们点了我的名。既然三位听得懂中国话，那霍元甲在此有礼了。你就是霍元甲，我来和你决斗。霍某什么时候得罪过三位？何谈决斗啊？报纸上说你们很厉害，没人可以比日本武士更威风，所以必须决斗。刚才，农先生已经言明，精武门不接受踢馆。难道你们精武门不是武馆？是习武强身的场所。那就是武馆，是武馆就没有理由不接受踢馆，这是规矩。这是哪里的规矩，我不想知道。但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脚下的中华大地之上。没有这种规矩，有我们武士出现的地方，一切都要按照武士的规矩。你不接受决斗，就按照踢馆认输的规矩，带着所有的人滚出这里。这个地方还不错嘛，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喝酒作乐了。对了，你还要把精武门的牌匾取下来。送到我的面前，让我把它斩成2段，这也是规矩。三位，今天精武门有喜事，如果三位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来喝杯喜酒。但是踢馆决斗之事，容后再议，如何？不行，不接受决斗，你们就要付出踢馆认输的代价。这是规矩，规矩，规矩。元甲，来。这些东洋人怎么如此无礼？这3个是日本浪人。什么叫浪人？四处游荡的无赖之徒而已。振生、大友，你们俩今天是新郎官，都不准动手。陈真，人家点了你的名。精武门陈真在此，哪个先来？
人家如此侮辱，精武门不能受。有道理。沙燕，哎，去后面看着，别让我娘听见风声。是师傅。农先生说了，今天你娶媳妇儿，轮不到你。果然是无赖之徒，出刀毫无章法。陈真，点到即止，切勿伤人。以多欺少，又暗算偷袭，也算是你们的规矩。你们捣乱找错了地方，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走不了了。拿我的狼牙棒来，关门打狗，一个活的也不能放走。靳师傅，宽容是中华之美德，况且今日是精武门大喜的日子，就饶了他们吧。希望他们好自为之。滚！你个走！和媳妇儿，给您磕头。好，好。师傅，振生今天娶媳妇儿，谢谢。我和媳妇儿给您和师娘磕头。来，你们小两口夫妻对拜吧。
奶奶，我和小莲给您磕头。师傅，师娘，我和小莲终于，谢谢师傅。小两口，你们也夫妻对拜吧。夜正深，为何不睡啊？师傅，你也没睡啊？今天办喜事，为师贪杯，多喝了几杯，这睡得早，睡得也香，自然起得就早了。师傅，您这醒的也太早了吧？晨晨啊，你刚才打的那套拳不专心，似有悔恨之意，为何？师傅，您真的是好眼力，我正在懊恼自己无能。连几个东洋无赖都收拾不了，要不是师傅出手相救，我险些遭他们暗算。上次在租界打擂，我犯的就是同样的错误。哎，我自己真是不中用啊！打倒对手不难，战胜对手却不易。习武绝不只是学会招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行。在还没有完全克敌制胜之前，丝毫的放松都可能导致彻底的失败。武术源于战场，任何的闪失都是性命攸关，这一点你要牢记。是，师傅。那咱们接下来打谁？你说什么？哦，好有斗狠之心，你是丝毫不减。我看你还是离开精武门，自谋前程去吧。哎，别，师傅，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我以后一定改，专心习武，再也不想着跟别人打架的事儿了。今天在仓库救何玛丽的时候，大师兄急了，要开枪打死那几个洋人，还好我阻止了，要不然就出人命了。真的，师傅。师傅。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安倍さんの名前出しましたが、本社は全然相手してくれません。やつ一人で同感を潰されても罪悪かった。どうかこの敵を取って侍の誇りを取り戻してください。お前らが侍を語るな。酔っ払って西部も喧嘩を売った。責任はお前らにある。お前らは安倍統監と何の関係もない。今後もう来なくていい。どうやらいじめられそうになるな。ならない。安倍さんは絶対に本社を撲滅してくれるよ。なんでわかるんだ。わかった。
まさか川屋にいた時にな、藤原さんに何言ったのか。その通り。ほら、なんだと思う？あとこれも。早く言えよ。藤原さんの計画なんだ。来い。人怎么样？已经咽气了。怎么会？有个目击者说凶手是东洋人，凶手还报了名号。目击者在哪儿？是咱邻居何老太太，老人家吓得不敢过来，靳师傅陪着呢。可恶的东洋人，拿刀指着老人家，把人都吓坏了。老人家，您看见凶手了？我看见了，他们说，不是啊，我们是红可阿布道馆的，跟金武没有仇，不会乱相狗。别走！师傅，你看。这是凶手留下来的，上面写的是阿布道馆。这个阿布道馆很有名气，馆长阿部雄三是著名的武术家。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过他的名字。咱们给师弟报仇吧，要不然从今以后谁还敢来咱们精武门？师傅，这回陈真说的对，他们日本人的武馆都打上门来了。咱要不打回去，不光丢了咱精武门的面子，还丢了整个中华武术的面子。师傅，日本人不是来比武，是行凶，国有国法，这种事情不能打回去。镇上，通知死者家人，让他们和精武门一起报官。农先生，怎么样？官府不予受理。啊？什么？出了命案，官府为何不受理？回去说吧。这个狗官，居然吹胡子瞪眼，警告精武门不要招惹是非。我们何曾招惹是非？他说陈真打败马里龙的事上了报纸，让他在上官和马里龙的面前很没有面子，还问我，上次精武弟子被西洋人欺负都没有报官，这次是东洋人，为何要找官府做主？难道是因为阿布道馆厉害，怕他们不成？这是说的什么话？霍元甲，你就不应该指望官府。现在当官的都怕洋人，哪有为民做主的？师傅，咱怎么办？金孙，麻烦你帮我写一封信，请阿部雄三交出凶手。我去送信。不，为师一个人去，谁也不要跟着。誰が手紙を？応援じゃ。本人が来たのか？そうだ。何人連れてきた？一人だけじゃ。
マジで一人で来るのはちゃんと武術ができるくらいでバカにしやがって。体情が優れる面会者ですと伝えろ。这里没有凶手，你请回吧。我想见阿布馆长。阿布馆长说了，你霍元甲要想见他，便下战书，决斗场见。今回はな、武力行使前の挨拶に切っただ。どういう意味だ？安倍さんがまた会いたがったのであれば、挑戦状を出して戦闘場で。なんだと？关闭精武门，暂不招收新弟子，并告诫所有精武弟子，平日练功读书，尽量不出门。金孙、振生，随我去祭拜亡灵，向死者父母磕头赔罪。师父，振生，你是大弟子，应给师弟们做表率。这种事我去账房多支些银子，料理后事。我就不明白了，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上，洋人的武馆怎么如此跋扈？人家觉得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什么？他们的地盘？农先生的课你没好好听吧？自60多年前，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朝廷便与洋人签订了5口通商章程。自此，租界变成了洋人的地盘，而甲午海战后，日本人便聚集于虹口，虽然不是租界，但那里也就成了他们的地盘。管他谁的地盘，我就要去踢馆，让他们交出凶手。可师父不让。师父上有老下有小，更何况师娘即将临产，师父当然不能出差错。可我陈真孤身一人。就算打不过阿布，杀1个东洋人替师弟报仇，杀2个自己够不了。你真要去？我非去不可。农先生的课我听了，咱们中国人要是有骨气，人人拿起武器反抗，鸦片战争我们就输不了，甲午海战我们也能打赢。你的课还是没好好听，没这么简单。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不打回去，我就白练了1回武了。陈真，别拦着我，等着给我收尸吧。我不是拦你，我要和你一起去。你们3个来干什么？我们来砸了阿布道馆，给师弟报仇。好样的！金燕，看见了吗？不止我1个人咽不下这口气。陈真，你说怎么打吧？我们叫了半天号了。
都没人答话呀！赶紧出来，不然就算你们踢馆认输。踢馆的规矩懂吧？认输的就带着所有人从这里滚出去。这里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陈真以后要在这里逍遥快活。你站着。女的？快叫阿布出来受死！哎呦，东阳大老爷！哎呀，东阳大老爷，我来晚了，来晚了。嘿嘿嘿嘿。哎，你们竟然敢到东阳老爷的地盘上撒野！来人呐，拿枪！陈真，你这个东阳小人！三位，哎，看看看看，哎呀，东阳人给精武门下战书了。东阳人下战书啊！战书。怎么回事？他们3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但其中2个会终身残疾。我要把他们带回医院进一步治疗。多谢了。你还好吧？日本人是很狡猾的，
这场比武你要做好冲锋的准备。我并没有说要和他们比武。他们下了战书，而且在实际中报纸上都刊登了。我不会应战。现在精武门最重要的是救陈真和沙燕。看报看报，统统阿布道馆约战精武门，东洋人要打霍元甲了！看报看报，看报看报，霍元甲又捅大娄子，东洋人限期3日接战，不然就必须关闭精武门。来份报纸，给我来一份。霍元甲又捅大娄子，东洋人限期3日接战。霍大侠，您这打不打呀？什么时候打呀？对呀，霍大侠，你有没有把我打赢啊？我听说这东洋人厉害呀。是啊，霍大侠。霍大侠，霍大侠，霍大侠。殷先生，你真是一个奇才啊！怎么做到的？我就说嘛，一个小小的霍元甲，还用得着亚历克斯大帝出手？东洋新晋崛起，好武斗狠的东洋武士在上海滩到处都是，而且还傻得很。请他们喝上几杯酒，再夸上几句，就什么都能做了。诸位，来，兄弟，来，接下来就拜托各位了。阿布道馆的堂员是个有野心的家伙，他对权力和银子都有野心。当然，他更重视日本人的胜利，为此，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完美的比赛，背后的银子很多很多。怎么样？使了银子，就是见不着当官的。那陈真和沙燕什么时候能放出来？没那么容易。陈真是带头惹事的，据说要判斩首。什么？啊？他们先杀了我们的人，陈真是去报仇的，还要斩首？这衙门是给洋人开的吗？振生，你先稍安勿躁，我再想别的办法。但是当官的怕洋人，这是事实。荣先生，您真是神机妙算啊！麻烦，果然找上霍元甲了。你说他会不会应战呢？骂得这么难听，他要是不应战，那以后还怎么在上海滩混呢？是啊，上海滩面子是最大的腔调，恐怕就这一点他不懂。霍师傅来了，霍大侠，霍大侠，你打东洋人呢？手下留情，东洋人太可信了。精武门是不是也得发个消息，告诉大伙你们应战？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们要当缩头乌龟呢。霍师傅，霍师傅，霍师傅，你说句话呀，霍师傅，霍师傅，霍师傅。师傅，应战吧，弟子愿打先锋。应战吧，师傅。关闭大门，凡我精武弟子，不得对外讨论比武之事，否则逐出精武门。爷，爷，你有事吗？爹，跟东洋人比武的时候，你可得使出绝招，扬我精武门威风，扬我中华威风。这些话是谁教你的？我听门口的人说的。外人的话不可以再学，这几天也不准出门。嗯。
两个愁眉苦脸干什么呀？是我妹子在牢里，又不是你们的妹子。沙狼大哥说的轻巧，令妹是袁家收的唯一的女弟子，她能不着急吗？几年前，受我农进村所累，沙燕在火车站刺贼冒险。自那一役之后，与我早已亲如兄妹，我能不着急吗？更何况，我怕沙燕身份暴露，引出应嗣之案。放心吧，我妹子钢筋铁骨，就算死在牢里，也不会出卖袁家。再说，过了今夜，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想干什么？砸牢劫狱，咱们是土匪，老本行。只是以后不能留在精武门和袁家一起教徒弟了。来，干一碗。今夜之后，各奔东西，江湖再见。万万不可！这里是上海，衙役警察多有洋枪，砸牢劫狱太危险。哼！自我当土匪那天起，哪日不危险？你兄妹已经更名改姓，不再是土匪，请给袁家3日时间，我一定会救出沙燕和琛琛。累了一天了，回去吧。还是等天黑吧。那么多百姓都聚在精武门前，无言以对呀。比武之事，你到底怎么想的？我现在只思营救弟子，其他一概不想。郭大侠，您到底应不应战呢？大伙儿议论纷纷，都替您着急呢。是啊，霍元甲，你不会当真要做缩头乌龟吧？对呀，霍元甲，你不会只跟中国人厉害，怕东洋人吧？多谢诸位关爱，袁家无可奉告。郭大侠，郭大侠，师傅。这是什么精武门？东洋人说的对呀，精武门就是骗我们钱财的地方。就是啊，以后谁也不许把孩子送这儿来习武。霍元甲，你太让我们失望了。霍元甲，师傅，今天已经有人往咱家院子里扔烂菜叶子了。若明天您还不应战，会不会显得咱们精武门太……还有3个弟子跑了，他们说不想跟着精武门丢人，也害怕被东洋人暗算，死了白死。告诉所有精武弟子，来去自由。再给我念一遍。娘，您已经听了2遍了。我要是眼神好，就自己看了。求你再给我念一遍，累着你了。好，我再给娘念一遍。虹口日本阿部道馆战术，自明治以来，我大日本帝国开万里波涛于四方，甲午之役，击败尔清，甲辰再战，大胜俄国，举世无不震恐我之武力。帝国之盛，深赖天皇明睿，国民尚武，
大日本剑之术，柔之道，兵器之技，无敌于世界技击之林。今上还有精武门霍元甲，以开创武林新风为谎，骗取贫苦市民之财，实为可笑。而清之国家，早为我大日本手下之败将，而清之国民，更为我大日本脚下之贱物，脑后梳衣，朱伟之东亚病夫，丑弱之行姿，尤其可憎。今日不在帝国脚下瑟瑟发抖，仓皇存一性命，却不自量力，挑衅我阿部道馆。今我道馆特下此战书，现霍元甲3日内应战。擂台之上，我大日本武士必扫荡精武门，令尔等如当年北洋水师，抱头鼠窜，覆没全军。你男人说怎么办了吗？这个战术，接还是不接？还没说。不过娘您放心，元甲他最孝顺了，知道您担心，他不会气。好了，我累了，该睡了，你去吧。听说登有这份战书的报纸卖得很不错，杨章英先生的文笔，这个是谢你的。其实我蛮喜欢我这条小辫子的，猪尾巴可是一头猪身上最香的地方了。相识以来，你一直对我们日本人表达着极大的善意。殷先生，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目的。哦，这就是我的目的，藤原先生。除了写文章之外，我还有很多拿手的绝技，随时为您效劳。来上海这几个月，金孙虽四处结交，但还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朋友，所以想要营救陈真和沙燕，还得劳驾夫人去求荣先生。我不去。这么难的时候，你不帮我，我是不能去。我知道你身怀6甲，行动不方便，可不是这个原因。那女人最重要的便是贞洁2字。上次是我不对，是我误会你了，可是我已经道过歉了。可我自那日起便发誓，今生不再见荣先生，免得你再次误会。昔日你在牢里，我去求荣先生，那是受你之托，责无旁贷。现在你和荣先生都已经打过交道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不亲自登门相求，反倒让我一个妇人家出面，荣先生会怎么想？你是说，不是我不帮你，即便我出面，荣先生也绝不会出手相救的，反倒是你亲自出马，
就大不一样了。你要知道，荣先生是很看重你的。我倒是真没想到那么多。袁家，越是着急的时候，越要冷静。我把整个报馆都交给了你，为的是在沪上报界占有一席之地。虹口阿布道馆给霍元甲下了战书，是这2天最大的新闻，其他的报纸都竞相刊登了，你为什么不登啊？我在等刊登霍元甲的声明啊。霍元甲的声明，什么意思啊？无论是迎敌还是避战，霍元甲总得有个声明吧。我有把握拿到这个声明的独家，到时候报纸一定会卖得很好。左叔啊，你没有推荐错。哼，这个丫头还挺有脑子。那依你看，霍元甲会不会应战呢？不会。这么肯定？振生最了解师父，他说师父是个大孝子，只要奶奶还活着，他就不可能再与人比武。振生，奶奶，你倒是与精武门很亲近呐。啊，还没有跟荣先生、左叔汇报，我已和刘振生成亲了。啊，荣先生，您看这事儿，哼，放心吧，左叔，霍元甲肯定应战。哦，您又怎么这么肯定？不信，走着瞧。荣先生，精武门霍元甲求见。听见了吗？怎么样？说来就来了，请。是。荣先生，那我先告退了。不必，你先避一避，听听霍元甲怎么说。一旦他接下了战书，你也好写文章啊。荣先生，霍大侠，哎呦，几个月不见，霍大侠的名声是更响亮了，架子也更大了。哎呀，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荣先生说的哪里话，一直没来叨扰，还请见谅。坐吧。左叔，哎，看茶。是。请。多谢左叔。荣先生，霍元甲嘴笨，尤其不会求人，但今日精武门遭遇难关，还请荣先生出山救我徒儿性命。前2天我就听说衙门抓了你2个徒弟，一个是你以前的仇人，3番5次要杀你的陈真，一个是你唯一的女徒弟，好像多年前你们就暗生情愫，对吧？救哪个？2个都救，还请荣先生仗义出手。哎呀，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都是开武馆的，相互踢个场子，再正常不过了。虽说衙门怕洋人，但这次衙门也就是走走过场。那太好了，荣先生，那就请您跟衙门打声招呼，把我的2个徒弟放出来吧。2天前我就打过招呼了，让他们研判。带头闹事的陈真斩，那个女的，好像要流放命古塔。荣先生，您这是为何呀？还不是为你好。我知道霍大侠胆小怕事，我把你这2个爱惹事的徒弟都帮你收拾了。
荣先生，您这是话里有话呀！爱徒入狱，这精武门上上下下都很着急。袁家到底哪里得罪了您？还请您直言。哎呀，其实啊，是我有事相求于你，才找衙门的朋友帮了个忙。荣先生有什么事需要袁家做的，直接吩咐就是，为何要通过衙门呢？要不是衙门把你2个爱徒抓了啊，你能登我荣府的门吗？我也是迫不得已。请问荣先生，到底所为何事？坐。我一直爱惜你是人才，想为我所用，可你志向高远，求而不得，我也再未强求，对吧？眼下日本人下了战书，霍元甲，你想啊，这事儿你怎么办？东洋人的战术，措辞恶毒，辱我中华。袁家本应接战，但慈母年迈，最担心的便是我与人争斗。袁家不敢不孝啊。日本人刚下了战书，你的一个老朋友法国人贝特朗，他就找到了我，商议着要跟我一起承办这场比武。我们把上海最大的场子给包下来，一张票的价格就很高，这可是一笔大买卖。更何况贝特朗给我开了一个盘口，赌的可不小啊。霍师傅，我押你赢，如果你打败了东洋武士，为国人争了光，我荣某所挣的银子与你分成，如何呀？袁家和精武门也能成为你们赚钱的工具。霍元甲，你不就是个练武的吗？练会了本事又不与人打，还有什么用呢？你，老左，多说无用。这一次我荣某是强人所难了，期限1天。如若明天你不接战书，衙门就斩了陈真，流放那个女的。荣先生，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逼迫霍大侠？我要登报，公开你们涉赌局的内幕。你给我闭嘴！别忘了，海上新报是我的，我随时可以让你滚出报馆。娘，爹一夜没回来，他会不会和东洋人比武啊？大人的事儿，你不许问。袁家，你该不会在娘的床前跪了一整夜吧？不想儿袁家想以此求得母亲大人的原谅。儿媳妇来了。哎，来了，来得正好。福娘起来。哎。袁家昨夜几时回来的？不知。甭管他几时回来，我儿袁家
从来不睡懒觉。你快帮为娘洗漱，扶我去厅里，我要见我儿子。娘，您想要见元甲，还用得着去客厅啊？我把他叫到您房里来吧。那可不行，今天我和元甲说的是大事儿、正经事儿，你得帮为娘洗漱利落，换上那套准备做寿的衣服。娘，您的眼睛好得很，娘今天眼前一片亮堂，这心里呀更加亮堂。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娘打水去。给母亲大人请安，请母亲大人吩咐。儿啊，你今天格外精神。娘生你并不足月，刚抱到怀里时都不敢看呢，那小胳膊只有手指头那么粗，真怕你活不下来呀。你年少体弱，3天2头靠药顶着。你爷爷安慰你爹说，咱们霍家也该出个秀才了，让我们督促你好好读书。那时候霍家已是习武名门，老人家这么说就是没看上你，觉得你不可能是练武的材料。可也不知道是从哪天起，你背着我们偷偷习武，秀才没当上，霍家却出了一个大侠。娘，儿子到今天都担不起大侠2字。你担得起，戊戌年，我儿霍元甲就是响当当的大侠了。庚子之变，父兄遇难，你一直觉得愧对家里，愧对娘。其实你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奸人吕四英才是罪魁祸首。压标山西得了这块匾，大侠2字是寿阳百姓赠的，千金不换呐！我儿创精武门，广收门徒，名震沪上，如今已是中华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了。娘，这个实不敢当，您老人家还是别说了，让人听见笑话。没人笑话，据我所知，洋人从来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现在东洋人最厉害的阿部道馆却登报纸挑战于你，这说明什么？难道不证明你是这份儿的？今天是第3天了吧？娘，什么第3天啊？你还想糊弄娘？东洋人的战术，娘看了好几遍，每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听你爹说过，东洋武学乃我中华所传，现在反倒如此嚣张跋扈，你能忍？老太太我都忍不下去了。娘，
娘，不用扶，我看得见，走得稳。锦孙，老人家，我在。沙大侠，在。振声，大友，奶奶，我们在。我都看见了，刚才人声鼎沸，精武弟子都来了吧？在。你们听着。我儿孝顺，他曾答应过我，不再与人比武拼命，所以至今未接东洋人的战书，是我这老太太拖累了精武门呐。娘，袁家，今天东洋人的限期已到，你再不应战，便是认输。霍元甲是大侠，战死沙场可以，认输，祖宗不答应，精武门的弟子们也不答应。娘，儿啊，你跪什么？你是文武全才，快去写一篇好文章贴出去，告诉大伙儿，霍元甲应战，而且必胜，也让振声媳妇儿登到报纸上，彰彰咱们中国人的志气，灭灭东洋人的威风。娘，儿遵命。霍元甲赴阿部道馆书，记下战书，自贵于礼，而文恶俱笃，心怀武德之人所不耻。若论武士之道，不在争强斗狠，而在锤炼修为，终至文武贯通，此即精武精神，亦元甲所倡武林新风之主旨也。若比试高低，逞一时之快，元甲拒出拳脚；但恶意辱我中华，欺我民众，虽刀山火海，霍元甲亦无所谓。顺告另有图谋者，精武门应战，为弘扬中华武学正气，非受威逼利诱之功，更不做设局行毒者之傀儡，望护上父老悉之。振声大友，把它贴在大门口。是，师父。我这就回报馆，立刻发稿。何玛丽，师娘想借你的笔告诉大伙，陈真沙燕受牢狱之灾，是有人利用官府，胁迫元甲比武。师娘的主意好，这都是事实，我一定会写出来的。